最近有美国专家给各国拥有的潜艇数量给排了个序，中国第3，俄罗斯第4，美国第2。最重要的是，他推测未来10年中美位置将会互换，中国潜艇数量超越美国，登顶第1。近日，美国海军军事专家萨顿在海军新闻发布了一篇文章，文中不仅提到了各国海军潜艇舰队拥有数量的排名，还对中国有望在2030年在潜艇舰队上超过美国表示了相当的期待。文章称，目前在潜艇舰队的规模上，世界上有4大竞争者，虽然确切数字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从推算中，它的排序应该是正确的，而且顺序是一致统一的。美国拥有68艘潜艇，这让美国排在第2位，只有中国仅以少美国2艘潜艇的差距，居于其后排第3。俄罗斯同样以少于中国2艘的数量居于第4。这3个国家就规模而言，潜艇数量差距不大，但是在未来10年，这个排名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位海军军事专家在文章中列出数据，大多数都是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或者最新的开源情报结合做出的判定，所以这些大多数都是已经公开的数据。另外一些机密的肯定不会被透露出来，不过第1名还是有些出乎意料。不过这并不多重要，重要的是这位军事专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据萨顿推测，未来10年中国和美国的位置会互相调换，并且会呈现相当大的隔差，足足会比美军多出10艘潜艇。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一直研制新型潜艇，所以中国增加的潜艇必然会比退役的更多，这也就让中国出现只增不减的情形。这将会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潜艇部队，甚至超过朝鲜。像是渤海造船厂的扩建，以及中国隐约透露的095型和096型核潜艇，目前都在建造中。所以在未来，中国或许将会有更多的不同型号、技术先进的潜艇。另外，中国的柴电潜艇并没有停止建造，甚至产量一度还很高。况且，中国基建狂魔的称号也不是白给的，而美国恰恰相反，他们的潜艇会越来越少。虽然美国海军预计将自己的弗吉尼亚级潜艇产量提高到年产3艘，不过由于美国现在服役的潜艇很多都已经快到服役年限，因此退役的潜艇依然会比服役的潜艇数量更多。这一定会在2025年到2030年之间达到巅峰。也就是说，在美国的潜艇数量一降再降的时候，中国不断增加的潜艇数量会让中国的海军规模越来越大，一举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潜艇数量最多的国家。这也正是中国这么多年努力建设和投资所拥有的回报。近段时间以来，整个国际局势开始急转直下。这种环境下，外界对于我国军事力量的关注度也在逐步上升。最近网上就有不少人开始讨论起我国的陆军编制结构。事情最开始是在10月6日，在国外视频媒体 YouTube 上，有创作者上传了一份关于中国军队现代化改革近4年后的状况。在视频中着重描绘了我军对于陆军编制结构和海军陆战队步兵班组的情况。该视频表示，陆军方面分成4个方向的改制：重型合成旅、中型合成旅、轻型合成旅和2栖合成旅。视频认为，中国军改与俄罗斯在2009年的改制相似，对于陆军编制都是将步兵单位和装甲单位相融合，形成合成旅。不过与很多人想的相反，前者反而在很多设计上参考了美军的思路，而非苏联。就比如重型、中型、轻型合成旅对应着美军的旅级作战单位，美军装甲旅、斯崔克旅和步兵旅级战斗队。不过中国额外有一个2栖合成旅，这和美军海军陆战队装配的2栖战车相似，都适用类似功能。视频在介绍中也提到，中国所有合成旅在火力问题上始终让人感到奇怪，不论是重型还是轻型的合成旅，常见的多个机枪班组往往会被以火箭筒为主要攻击手段的班组替代掉1-2个。其中主要使用的是 PF98式120毫米反坦克火箭筒，这种能够击穿800毫米以上护甲的破甲弹，对于坦克来说几乎是一场噩梦。而在重装合成旅的步兵作战单位中，还会有一挺自动榴弹发射器，用高速的榴弹频率完美替代机枪的战场压制力和范围性杀伤力。有网友就很直截了当的调侃，原来从21世纪初，中国军队默默地成为了美军装备全球最大的粉丝团体。也有经常关注中国军事的网友指出，这个视频中关于个人装备的介绍有些过时了，现在他们的火箭筒已经不只是98式了，还有更多的11式单兵火箭和08式火箭筒，后者甚至单人就能够轻松背动。由于视频是发布在外网的，为此有不少网民又拿出了老一套质疑方式，觉得几十年没打仗了，经验不足，发挥不了战斗力等等。不过很快就被人打脸，就美国天天在中东打个治安战，都打得满头的包，而对手却全是毫无高科技可言的游击队。天知道那些欺负牧羊人的经验能在大国正面战争中发挥出点什么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互联网上对于我军重视火力的调侃也并不少见，不少人戏称我军的火力不足恐惧症已经严重到需要进 ICU 的程度了，巴不得人手一发便携火箭弹。
近日，中国展现新型122毫米车载榴弹炮的实弹演习之际，为何印度人呈现两种很有意思的态度？敬请关注本节目。据欧亚时报最新报道称，在中印对峙的6个月里，双方一直从未停止向前线部署士兵和重型武器。近日，中国展现新型122毫米车载榴弹炮的上阵实弹演习，让印媒忧心。中国很有可能把这款新型重型武器部署在拉达克地区。据欧亚时报报道，央视此前展现了新型122毫米车载榴弹炮在未知地区进行了实弹演习，恐怕不久后，这款新型车载自行榴弹炮便会在高原大展凶猛火力，再次补充拉达克地区解放军地面部队的自行火炮数量。据悉，印媒报道的这款新型122毫米车载榴弹炮，应该是在今年刚服役的 PCL-171型122毫米超轻型卡车炮。这款武器为快反对装备，武器机动性只讲究一个字：快。不管是畅通无阻的平原地区，还是地形崎岖、路途不便的西部高原 ，PCL-171都可以做到随时可打可跑，而且造价低、耐战损，可快速大批量生产。其中，运2零运输机能够一次运输4到5辆 PCL-171，解决了战争前线战斗力机动问题。火力方面 ，PCL-171炮弹射程可达27公里以上，特殊的蹲坐式开炮高精度，也可以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地方重要目标。必要时 ，PCL-171能够提供精准紧急10秒火力支援。中国 PCL-171型卡车炮作为最贴近战场需求的最新卡车炮，不少军事专家赞不绝口，称其机动性、火力性能为世界上最强的122毫米卡车炮都不为过，未来将为高原地区的中国军队组成一支强有力的快反旅铁拳，或与 PLC-181、PCL-161组成全方位、全地形、多角度的火力支援部队。与之同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媒为自身武器的弹药库存量欢呼。目前，印度刚意识到战争需求的储存量很低，国防部正式将海陆空3军副首长的财务权力从10亿卢比提升到50亿卢比，授权国防军将激烈战争的武器和弹药的库存量从先前现有的10天提高到最低级别的15天，又批准30亿卢比的武器和弹药采购，仅仅将弹药储存量从10天提升到最低15天的级别。印媒就认为能够为中巴双线战争做好准备，这让评论区的印度网友很悲观。第16天会发生什么？据悉，自美国制裁开始，中国芯片缺乏核心技术和制造，自供再面临难题。但同时，今年中国芯片领域也开始集体发力。这不，近日中国芯片设计带来佳绩。众所周知，受美国制裁影响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芯片领域。如果真要说带给中国芯片领域什么，那肯定莫过于刺激了中国半导体的危机意识。往常被大众忽视的中国芯片领域真正受到重视，开始集体发力。就在近日，据报道，上海赛房科技 CEO 徐涛发布了该公司基于 RISC-V 的全球领先的高性能处理器内核天枢系列处理器，主要面向高性能计算机需求的行业企业用户，助力企业算法算力加速。如果说中国芯片领域短板，除了芯片制造，还有与之处在同样处境的芯片设计。如果此前中芯国际和华虹的接连突破为中国芯片制造取得突破，那天枢处理器则带着中国的芯片设计由中低端向高端领域发展踏进。据报道，天枢处理器的设计基于 RISC-V 开源技术，采用12线流水线，具备乱序执行、超标量设计，支持向量运算以及虚拟化技术等特点，做到了使其具备优越的处理性能和处理效率，能够成为处于全球领先设计的处理器产品之一。报道指出，以往 RISC-V 处理器只能处理简单指令需求，在应用广度和深度上受到很大限制，但天枢处理器内核的设计，它突破了 RISC-V 处理器的限制，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的重要一步，为中国未来自主研发芯片进程迈进一个新的台阶。可能会有人说，中国还是没有解决芯片领域的核心问题，那是当然。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 CSIS 的一项调查研究称，中国国内使用的所有的计算机只有 16% 是本土生产的，国内市场基本是被美国芯片占领，这也是美国制裁中国制造，迫使中国芯片领域低头，向外企彻底敞开市场的最好的选择。但让美国想不到，美国对中国芯片领域的封锁反而帮了大忙，使中国国内巨大的芯片市场空出来。中国制造2025年计划将半导体难题的攻克作为主要目标，逐步切断对外界的依赖。关注芯片制造的人应该能够感受到，中国芯片领域在今年才真正开始逐渐发力，各地芯片企业开始分封竞相上马。
芯片各项设计制造开始逐步取得突破。而最受美国影响的莫过于美国芯片企业，眼睁睁看着中国市场这一块大蛋糕空着，忍不住纷纷申请继续向中国企业供应芯片。